欢迎您光临杂学咖啡馆，我是说书人 K。随着克里斯托弗·诺兰导演的电影《奥本海默》在各国上映，这位著名的原子弹之父开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。也许您对奥本海默还并不熟悉，没关系。今天的读万卷书要与您分享的就是《奥本海默传》，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。奥本海默是20世纪物理学最特别的天才之一，奠定了很多后世几十年研究的基础。但他最著名的事迹是领导开发原子弹，开创了人类的原子时代。他不仅专注于科研，还积极推动社会正义与世界和平的事业，但也因此遭受了迫害。他被称为美国的普罗米修斯，又真的像普罗米修斯一样，余生都饱受折磨。他的一生经历了美国的崛起，但也见证了美国精神的衰落。为了写作本书，作者马丁·舍温早在1979年就开始起笔，原计划6-7年左右完稿，结果居然花了25年才写完，直到2005年才出版。这还是在另一作者凯伯德加入后才得以实现，不然可能还要更晚。他们采访了奥本海默的好友、敌人，积累了数不清的采访记录和堆积如山的档案，甚至还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的监听记录。这本700多页、60多万字的鸿篇巨著，可能是目前对奥本海默最全面、最深刻的记录，也是诺兰这部同名电影诞生的契机之一。全书分为3部分，第一部分讲述奥本海默成为奥本海默之前的求学生涯，他后来的很多矛盾和纠结都起源于此。第二个部分是奥本海默如何成为奥本海默，也就是他作为原子弹之父的胜利。而第3部分是他的悲剧，如何被冷战的政治风暴所裹挟和摧毁。先来说第一部分，要理解后来的奥本海默为什么会充满矛盾，就必须先回到他的求学年代。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，当时的欧洲帝国争霸，社会动荡，科技却进步迅猛，人们希望科学家带来和平与繁荣。在美国，结合良好治理和科学发展的进步时代开始，很多像奥本海默父亲那样的欧洲移民到美国躲避动荡，重新开始。J. 罗伯特·奥本海默出生于1904年，他的名字就很别扭，既想遵从美国习俗，又不想完全违背不用再世亲人取名的犹太习惯，只用具代表父亲的名字朱利叶斯。他们加入了犹太人创办的伦理文化协会，创始人主张理性主义、人文主义与关怀社会。奥本海默7岁时，反犹主义在美国开始抬头，很多犹太人没有学上，但协会创办的学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既能保障提供良好教育，也能教授进步主义伦理观念，让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。奥本海默在学校已经展现出惊人的天才，他8岁开始做实验，9岁已经能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，12岁给成年人做矿物学报告。问题是他实在太出众了，没法融入同龄人，周边的人抱怨他有点自大，难以接近。14岁时，为了鼓励奥本海默和同龄人接触，他的父母送他去参加夏令营，结果小奥本海默惨遭霸凌。当时他给家里人写信说，夏令营很棒，接受了一些性启蒙。他的父母立刻向夏令营老师举报有人讲黄段子，结果奥本海默被当成告密者，被同学拖到冰窖里脱光衣服，挨了一顿毒打，身上还被泼了油漆。此时的奥本海默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，在如此充满敌意的环境下，他依然待了好几周，既没有告状，也没有退出。而且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，造成了他后来对告密的恐惧，而他的忍耐力也将帮助他撑过很多艰难的时刻。不管怎样，当1921年奥本海默作为优秀学生代表毕业时，他已经对科学和文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还在老师的带领下讨论过黑人问题、战争问题，还有效忠与叛国的伦理问题。他当时还不知道的是，多年以后的他将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。这所特殊的学校培养了一种特殊的习惯，那就是保持自我反思，对学校以外的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思考。这让他日后在众多物理学家之中显得与众不同。他也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撕裂，尽管在奥本海默的内心里可能并不情愿被认为是犹太人，但这并不会阻止其他人这样看他。这个毕业假期，他因为结肠炎而第一次到新墨西哥州去度假休养。在那里，他学会了骑马，
欣赏峡谷和荒漠的自然风光，还特别钟情那里的一个峡谷。它有个西班牙语名字洛斯阿拉莫斯，意思是杨树。后来他说，我有2个挚爱，物理学和新墨西哥州。遗憾的是，他们无法结合在一起。1923年，19岁的奥本海默进入了哈佛大学。他拒绝了奖学金，因为他家此时已经称得上是百万富翁，不需要这笔钱。奥本海默上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课，包括化学、法国文学、哲学等等，其中他选择主修化学。很快，他又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实际上是物理学，就向学校申请参加物理学的研究生课程，并且第一次见到了尼尔斯·波尔。波尔是物理学界的顶尖学者，为人友善，胸怀坦荡。无论是研究方向还是为人处事上，奥本海默都深受他的影响。奥本海默只用3年就以全优的成绩毕业。即便如此，他日后时常凡尔赛地说自己总是把摊子铺得太大，考试都是蒙混过关，虽然成绩全优，但其实不是真懂。他又一次拒绝了哈佛的奖学金，选择申请剑桥大学。奥本海默终于确定了自己对物理学的兴趣，唯一的问题是没有时间社交。在课堂上，他是超级明星，可是课堂以外，他没有地方发泄自己的欲望和情感，他变得更加内向和抑郁。这些问题将会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爆发。1925年，奥本海默如愿来到阴雨连绵的英国，等着他的是无尽的枯燥实验，而他恰好又笨手笨脚。他回忆说，虽然参加了很多集会，有政治的，也有科学的，可是在剑桥，一个人如果不搞科研，就一无是处，而他根本不擅长现在做的实验室工作。奥本海默开始在黑板面前发呆，在地上打滚，感到很痛苦。他本就不多的朋友大多开始谈婚论嫁，让奥本海默更加觉得孤独。这年秋天，奥本海默仿佛要证明自己真的疯了，他给导师放了一个毒苹果，结果被学校发现，差点对他提出刑事指控。幸好在他父母的游说下，最后改成接受精神分析治疗。医生的诊断是某种精神分裂，而且已经无可救药。这个天才貌似正在被自卑和孤独打垮。1926年，22岁的奥本海默迎来了转折点，当时发生了2件事。一件事是他读到了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其中有一段讨论残忍的话，他直到10多年后都还能背出来。如果他能从别人身上，也从自己身上，看到那种对自身所造成的苦难的无动于衷，这种无动于衷，无论如何改头换面，都是一种可怕的、永恒的残忍。若能如此，他也许就不会认为邪恶是如此罕见，如此不同寻常，如此遥远，以至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。作者分析，奥本海默很可能从阅读中明白，对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漠不关心是一种可怕的残忍，也明白了内心的挣扎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，让他坦然地与自己和解。他漫长的青春期终于结束了。另一件事是他读到了薛定谔和海森堡的论文，决定转向理论物理学。那时对粒子的研究刚起步，剑桥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在这方面成就斐然，但他们并不是欧洲最新锐的理论家。等他回到剑桥时，精神状态已经大幅改善。那年夏天，奥本海默接受了哥廷根大学的邀请，前往物理学革命的前线。注意，虽然爱因斯坦早已打开了量子物理学的大门，但在1925到1927年，推动物理学革命的是一帮小伙子，也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泡利、海森堡、狄拉克，他们都是奥本海默的同代人，当年也都只有20多岁。脱离了实验室的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如鱼得水，他学会了享受与人交流。学术上，他良好的理论直觉和直言不讳的风格让他成为焦点。生活中，他仍旧热爱文学，并且开始凭博学和慷慨获得越来越多的崇拜者。1927年5月，奥本海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答辩。短短9个月里，他从一个抑郁自卑的青年真正蜕变成了一个新锐量子物理学家，成为了一场物理学革命的前沿人物。我们总结一下奥本海默的求学生涯。伦理文化学校培养了他批判性思考和关怀社会，哈佛大学给了他知识上的增长。在这些地方积累下的孤傲和自负，让他在剑桥遭遇困难时反而陷入了自卑和孤独，并引发了一场精神危机。
所幸他没有放弃继续阅读和研究，这2样东西让他逐渐与自己和解，确立了人生的方向。他仍然躁动不安，涉猎广泛，但通过与别人交流，他获得了自我满足。身边的有些人可能会感受到他的某种自大，而更多人则被他所吸引。在哥廷根大学，他的才能终于绽放，不过他人生中最大的那颗果实此时尚未到来。像他自己说的，做一名科学家就像在隧道里爬山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爬出山谷，或者干脆就是死路一条。接下来就到了全书第2部分，奥本海默如何一步步走向原子弹之父的巅峰之路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并请点赞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